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于8月颁布新规，进一步收紧对华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但在日本以及荷兰的抗议下，这两个国家不在本次禁令的范围之内。但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地区都被美方长臂管辖所限制。为何技术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反而不再受限制之列？外界认为与美国大选的局势有关。拜登政府害怕他们翻脸。 美国政府拟出台新禁令，将扩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芯片厂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限制范围。消息人士表示，计划中的新规仍然只是草案，可能还会有所调整。具体计划将在8月正式发布。据悉，受影响的包括以色列、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大约6家中国芯片制造商将被禁止进口相关芯片制造设备。此外，美国还计划将大约120家中国实体列入限制贸易清单。除芯片制造商外，还包括工具制造商、 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提供商等。值得注意的是，有能力生产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的盟友，包括日本、荷兰和韩国的产品，这次被排除在外。这一消息披露的当天，来自荷兰的高端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的股价一度飙升10%，而日本东京电子的股价则收盘上涨7.41%。 此次新规是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进一步拓展。据美媒此前披露，这项出台于1959年的规则旨在对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外国产品实施直接控制，包括产品销售、转移和运输等各个环节。这意味着，外国制造的芯片设备只要使用了哪怕一丁点美国技术，都会被列为美国的出口管制对象。有分析指，在芯片领域，每款产品多多少少都用到了美国技术，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打击范围将非常宽泛。这是明显的长臂管辖，严重损害其盟友利益。实际上，美方并非没有向荷兰和日本施压。在7月17号，美国彭博社爆料，拜登政府当时已向荷兰和日本等盟友施压，要求他们配合收紧对华芯片出口措施。但日本政府并不愿意执行美国的要求。荷兰官方虽然当时并未予以明确回应，但此前也曾表示过反对意见。 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此次被美国盯上的是 HBM 芯片，即高性能、高带宽存储器，广泛用于人工智能设备的研发制造、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拉开了全球大算力时代的序幕。而 HBM 作为核心器件，需求热度持续上升。目前，全球 HBM 市场已形成韩国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来自美国的美光科技三足鼎立的态势。其中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运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凯成电子都是他们的供应商。报道称，虽然新举措将限制向中国公司直接销售 HBM 芯片，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允许向中国销售与 AI 加速器捆绑在一起的高端内存芯片。 拜登政府上台后，极力拉拢盟友，筑起小院高墙，对华展开科技封锁。其中所谓共同价值观是美方拉拢盟友的重要抓手。然而，这一套方法似乎已经不管用了。美媒引述分析人士称，华盛顿在实施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的同时，仍需兼顾外交，确保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同时，不至于疏远盟友。 这也意味着，出于对外交利益的考量，对盟友的妥协，美国下一步对华出口限制可能不如此前传出的那么严厉。对于美国来说，它当然是希望能够将 更多的国家纳入到它的出口管制政策的管辖范围当中来，这是肯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日本、荷兰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还有产业竞争力的考虑。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方面，其实它对美国对这个盟友似乎是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它的这个盟友重要性，它外交的这个优先性，以及是不是要顾虑到盟友更多感受这个问题上，似乎是也是有 层级差别的。爆料发出的同时，布林肯刚好在新加坡展开访问。新加坡是将被新规影响的几个国家之一。去年，新加坡的芯片产值占其 GDP 的7%，占制造业产值的占比为25%。分析指出，全球芯片制造设备的1/5由新加坡企业制造，因此美方新措施严重损害了新加坡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大选前景未卜，让全球商界对该国半导体管制政策越发处于观望心态。他们认为，特朗普对贸易的态度并不是禁止，而是加税，而特朗普曾对盟友也大打关税战，因此拜登的小院高墙政策能否延续，存在很大的变数。 今年我们知道是美国的大选年，而且现在大选形势非常的扑朔迷离，所以对于这些国家的政府来说，他肯定是希望采取一定的拖延政策来观望美方。实际上，在美国政府小院高墙打压下，美国芯片企业对华依赖程度依然在提高。以美企应用材料公司和范林集团为例，截止到今年4月，应用材料公司的销售额中有43%来自中国，比1年前增加了22个百分点。范林集团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们近期多次向美国官员表示，美国
国政府当前的贸易政策适得其反，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更无法达到阻止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目的。今年4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分析也指出，由于拜登政府的限制出口等措施，美国供应商损失了总计1300亿美元的市值，大量美国供应商无法找到替代客户来弥补损失。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最新预测，今年全球芯片制造设备销售额将增长3.4%，达1090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市场的设备出货量预计将超350亿美元，占比达30%以上，成为推动需求增长的最大市场。英国巴克莱银行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似乎正在打一场败仗，其潜在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以芯片巨头美国英伟达为例，这家企业是因为生产人工智能顶级芯片而供不应求。但是由于限制出口，英伟达和美国监管部门玩起了猫鼠游戏，通过阉割芯片性能等技术手段，以期维持中国市场。但销售数据显示，中国客户对阉割版的英伟达芯片不满意，但英伟达仍死磕中国市场。最近又准备开发一款特供中国的旗舰 AI 芯片，将与目前美国政府的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相兼容。这个就很明显的反映出了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政策，它政府的政策目标与企业的这个经济利益是有一个直接的冲突关系的。它有这种像猫和老鼠的游戏，想方设法的去寻求政策的这个漏洞。那么这个也反映出政策执行与目标之间的它会存在一个鸿沟，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你实行政策来说的话，你要更好的平衡经济利益与这个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的关系，否则你政策很可能是达不到目标的。针对美国不断加码对华的芯片出口管制，胁迫别国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7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工具化，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损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不利于任何一方。中国希望有关国家能抵制美国胁迫，维护自身长远利益。我要强调的是，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只会增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能力。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尽管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备受打压，但他们正在迎头而上。最近几周，几家中国公司推出了与美国领先系统相媲美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已经可以供全球消费者、企业和独立软件开发者取用。报道分析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中国的努力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其实手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制的武器的，应该说在生产这个供应链生产链当中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的话，中国当然也是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等等国际平台去提出申诉，来合法的保护自己国家的产业的利益。针对有外媒报道，拜登政府下月将公布所谓扩权新规，将加大阻止第三方向中国企业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利，但同时对韩国、日本、荷兰3国厂家予以豁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应询时强调坚决反对。关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好的，主持人。那么王毅上周在老挝参加东亚峰会外长会的期间呢，应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面对面会谈了80分钟。那王毅对当下中美关系现状呢，有这样一个态势判断：过去3个月，中美两国外交、财经、执法、气辩团队以及两军保持沟通，民间往来也在增加。但是呢，必须要指出，美方对华遏制打压并没有收手，甚至呢变本加厉。那在我看来，被外媒率先爆料的美方这所谓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扩权新规，就是对华遏制打压变本加厉的一个最新动作。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穿透分析，那美方对华的这种遏制打压，它呢主要集中在2个领域。首先是在中国的周边海域，美方拉帮结派、组小圈子、搞阵营对抗，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那就以布林肯这一趟亚洲6国行为例，他呢接连开了2场外场加防长的这种2+2的安全会议，甚至呢在菲律宾和防长奥斯汀共同参会之后，还承诺要向菲律宾方面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摆明了就是要继续怂恿菲方来继续在南海搅局异动。那其次就是在尖端技术领域，也就是美媒这2年一直在鼓噪的所谓芯片战、科技战。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呢他所统领的商务部被认为是主要的一个操盘方。纽约时报曾经爆料，美国商务部的下属机构主管出口管制的工业与安全局，吹捧他处在中美科技战的最前沿，
鼓噪美国对华实施的所谓芯片封锁行动是一种战争行为，所谓 an act of war。雷蒙多去年以商务部长的身份首次参加里根国防论坛，他当时呢也曾大肆炒作中国芯片威胁，扬言要阻止中国得到美方最尖端的技术。为此呢，雷蒙多再度拿工业与安全局来说事儿，要求追加他的预算，吹嘘呢只要采购几架这种战斗机的钱，就可以让他呢来支牢美方的尖端技术的封锁网。那么了解到这些个背景，我们就可以对最先捅出扩权新规的英国路透社的独家爆料做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评估。那在我看来，这所谓的扩权新规，其实就是美国技术霸权的再延伸，是单方面自行扩大长臂管辖的范围。美方扩权新规据传设置了豁免条款，昨天被传成为豁免对象的俄日两国相关企业股价大涨，您对此怎么看呢？那么按照路透社的这个爆料，白宫要抛出的新规是对外国直接产品的规则它的一次扩权升级，主要呢瞄准中方多家半导体企业实施所谓的出口管制，但是适用对象是美国以外的第三方，所以它的实质是美方对外长臂管辖的又一次的非法的自行扩权，有违国际法与国际市场的规则。我判断策划这次行动的大概率又会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工业与安全局。那很值得玩味的是，美方针对中国相关企业强推所谓国际封锁网络，但是呢，它其实也留下了后门，也就是要实施所谓的临时豁免。那如果说强行封锁是以被迫放弃市场为代价，那这背后必然就会是企业利益是真金白银的碰撞。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昨天荷兰、日本以及韩国相关被豁免企业，它的股价都大幅飙升，这就是被人为压制的市场力量的一次大爆发。那么，所谓豁免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请看美国商务部发言人他向路透社发布的声明，他是这么表述的：美国商务部将会在必要时持续评估市场环境的演进，更新出口管制的举措，以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技术生态系统。那么，美方将会继续致力于和持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来密切合作。而商务部网站呢也对此表述，基于外交关系与安全关切等等相关因子来制定许可要求标准，简化对外的出口管制。所以美方的潜台词很清楚，美方搞小院高墙，但是这个墙它的高度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哪里的墙就会修得矮一些，甚至还会开个小门，这取决于美方的判断抉择，以及对所谓价值观盟友的实力的评估。当然了，这也会取决于美方认定的那些个盟友伙伴他们的博弈能力。很显然，在美方的评估体系中，荷兰、日本与韩国处于一个优先的位置，而中国台湾、以色列乃至马来西亚是位置靠后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可以随时被放弃。如果联系到特朗普此前在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直接把矛头指向台湾芯片产业，尤其是台积电，威逼岛内要交所谓的保护费，甚至美方还有人在叫嚣，非常态势之下不惜要摧毁台积电。那么这样一个态势，我们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加深刻。那么美方的加码打压，中方又该如何应对呢？关先生。首先要强调的是，路透社爆料的是所谓行动草案计划还没有落地实施。那么至于草案它会不会刷新调整，是需要后续观察的。更要强调，拜登总统他已进入到所谓的执政垃圾时间，还有不到半年的任期。那么再搞什么幺蛾子行动的话，它实际上都是有存续期的。当然了，更加关键的重中之重还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的这样一个强调：遏制打压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只会增强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和能力。那么美方悍然发动对华贸易战这几年来的态势发展，实际上也在对此反复的验证。总部设在深圳的科技巨头华为公司无疑对此是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市场持续的发展与壮大，中国肉眼可见的市场规模与机遇，就是我们正面迎击美式高科技打压遏制与出口封锁的一个最强的杠杆。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叫 James Lewis，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在承认，
美方适用拟议中的扩权新规，必须呢要很谨慎，因为这会让盟友伙伴们很不爽。美方必须要确保不能让别人跳船。所谓队伍大了不好带，美方滥用自身霸权的长臂管辖，也正在掉入美方自设的所谓的跳船陷阱。因为这其中的市场与利益矛盾，实际上很难调和。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正是我们的作为空间。在美国对华遏制大压变本加厉之际，我们呢在埋头增强科技自立自强决心和能力的同时，更要以更加开放的进取姿态来拥抱全世界。我想，这就是我们对美方加码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有力的回击。